看过《盗墓笔记》的或许都有这样一个疑问，那就是三叔吴三省究竟有没有死，而他又为何和谢连环互换身份？吴邪，这么大的坑，你三叔我怎么可能会知道？其实这坑在老九门时期就已出现，当初的九门一直被神秘组织控制，只要还有关于长生的线索存在，九门一代一代将无休止的成为组织的刀。为了摆脱组织的控制，谢九爷便开始布局，将当时组织所控制的考古队全部换成谢家人，表面是为他们寻找长生之秘，实则是将有关长生线索全部提前毁掉。可谢连环在替换组织成员时，却发现吴三省却混在考古队中，而在谢九爷的布局中，所有不可控的因素都将被剔除。没成想当时年轻巅峰状态下的三叔，不仅反杀了混在队伍中的假吴三省，并顺带还活捉了谢连环。可当时的三叔还处于初级阶段，对组织汪家以及九门的命运可以说一无所知。虽然吴三省也是九门的传人，但在当初狗五爷的安排下，分别为3个儿子选择了不同的道路。长子吴一琼则脱离命运，成为清白的普通人。这也到了吴邪出生时，三叔说他是吴家最干净的孩子，而吴家老二吴二白则被吴老狗当成接班人培养。没成想吴二白一心经商，从不插手九门中事。可吴三省不仅不受控制主动入局，还表现得比吴二白更有这方面的天赋。也就是在吴三省的逼问下，谢连环无奈才将九爷的计划全部说出。听闻九门的命运一直被组织控制，三叔决定用更狠辣的手段与谢连环合作，并选择炸死混淆组织的视线，随后让谢连环伪装成三叔进入考古队，而真正的三叔则引入暗处。就这样，一个在明面上吸引组织的目光，另一个则在暗中调查布局，而吴邪也被逐步引入局中，直至在西王母宫途中遇到陈文锦，吴邪才明白这一切事情的真相。早在吴邪遇到定主卓玛时，陈文锦便假扮定主卓玛的儿媳，一直紧跟其后，包括后来化身泥人偷吴邪东西，为了就是引导吴邪进入西王母宫。而陈文锦之所以这么谨慎，是因为他怀疑队伍中有他的人。连你也瞒着我，我暗示过你。你什么时候暗示过我了？也是。你这叫什么眼神啊？谁能懂你啊？可如今的陈文锦不仅容貌丝毫未变，还拿出一张当初西沙海底时的照片。吴邪还单纯的以为照片中的人是吴三省。这怎么可能？我见过谢连环一真，这个人怎么可能是谢连环呢？陈文锦之所以这么笃定，是因为当时的摄影师正是吴三省，并且两人早已在西沙海底掉了包，这也是三叔一直不给吴邪说实话的原因。此时陈文锦选择告诉吴邪真相，一是吴邪对这个谜太过执着，即使现在他不说，谢连环也不可能隐瞒太久，毕竟现在的漏洞已经太多，他除了不停的骗吴邪，已经没有任何办法蒙混过关。你闻一下，这味道好熟悉啊，和霍林身上的味道一样吗？霍林的样子就是我最终的选择，我知道最后的宿命来了，我没有时间了。后来众人便被关到格尔木疗养院，等他们醒来却发现，不仅小哥张起灵不知去向，还遇到了很多令人无法理解的事情，并且这些年他们都没有变老，肯定是有人对他们的身体动了手脚。可其中的事情要想发生，仅凭他们当时的人手是远远不够的，并且陈文锦还发现，貌似有一个隐形的人在填补这些空缺。90年以后，对我们的监视似乎解除了，但是直到现在为止，这个人从来没有出现过，他只能在逻辑上，所以我们就称之为他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三叔在墓道因炸蛇冲在最前面伤了要害。放心，我可是吴家的三爷。当吴三省看到陈文锦的那一刻，知道吴邪肯定已经知道全部真相。他处心积虑地利用吴邪的好奇心，将吴家干干净净的吴邪引入局中，自己则可以说是任务完成，可以退场。接下来的棋局则由吴邪操盘，甚至包括后来的杀害等一系列事件，都隐晦地表达出吴三省不会死，但也不会再出现。